真好。今天开始带着大家来参观清东陵，会分几期视频。清东陵，一大早8点多就赶到了景区门口，门票168，交通车。包含了景区车和演出票。先坐景区的交通车，要坐10几公里。清东陵的概况和沿途景观向您一一进行介绍。清东陵位于北京以东125公里的河北省遵化市。现在车上讲解的并不是景区的工作人员义务讲解，而是车里同行的人花钱请的导游。一般请一个导游的费用是150左右。虽然价格比较贵，但是参观这种地方不请导游来讲解几乎是白来一趟。那说到这里，如果你参观这些类似博物馆的地方，你会花100多请一个导游来讲解吗？我们先来简单听一听导游在车上的讲解。他们为什么会把万年锦选建在这儿？简单来说，3个字：风水好。清东陵四面环山，3面傍水，形成了得天独厚的好风水。风水之法讲得水为上，所以您看车窗左手边的湖泊，它就是天然形成的，名叫龙门湖。清朝时期有大量鲤鱼在里边游跃，而陵寝内部安葬的又都是真龙天子，因此得名。湖面这么大，水从哪儿来？陵区东有马兰河，西有七大河，2条河流自北向南缓缓流淌，最终便都汇入这个湖。但光有水又不行，还要有山才能藏风纳气。所以您放眼望去，清东陵四面环山，北侧山峰叫昌瑞山，主峰突起，群峰依次跌落，宛如帝王龙椅，是靠山。而车窗右手边我们正在绕过它，叫朝山，像一个大臣拿着护板向北朝拜皇帝。两站之间一会儿我们会经过一座钟案，类似于皇帝批阅奏章时所用龙珠宝案，是暗山。而3座山峰天然形成一条直线，构成了东陵峰。前方我们将一路上导游都滔滔不绝地讲解，确实了解了很多知识性的东西。30多组单体建筑，你看到的第一座是全国现存面阔最宽的石牌坊，面阔37.35米，就是前面你看的这个。前方的大红门，整个清东陵的门户，它有3个门洞，清朝手法很严格。我们现在经过的叫军门，皇帝来谒里头；西侧臣门大礼楼，中间玄门，顾名思义，还用双椁是抬走。我相信如果不是车上导游的讲解，这一路上10公里的路程，你会觉得没什么可看的。前方这个高大雄伟的建筑是孝陵的神功正德碑楼，给顺治皇帝歌功颂德，书碑里算着皇帝哪年哪年干了什么，有什么功绩，在里边洋洋洒洒。前面是神功正德碑楼，碑楼里边从游客中心到第一站这10多公里，主要的景区就是这个神道，这是神道上的主要建筑。如果你参观过北京的13陵，你会发现这个清东陵和13陵非常相似，整个这一大片陵墓的布局、规格甚至选址都非常相似。所以如果你只想来清东陵看看风景，看看这片的建筑，和13陵真的没什么区别。其实最有意思的就是请个导游来给你讲。如果人多，尤其是旅行团，肯定会请一个导游。如果人少，通常也会几个人拼一起共用一个导游。当然，如果你真的想1分钱不花，你就可以蹭一蹭旅行团的解说。其实今天我们就没有单独请导游，我们就是蹭了车上的导游听的。可以说导游都是比较认真负责的，对经过的每个地方都会认真讲解。不过对一般游客来说，当时听得很热闹，回家就全都忘了。过去每在这建一座皇陵，都有一个管理机构来为它服务。这个清东陵里现在也有很多村子，这些村子的人以前都是守陵的，现在的后代有2万多人。过去给乾隆爷守陵的村子，到现在已经270多年的历史了。再往前玉林小院是给江飞所原起的村子，有27000多人了。
景区车停在了清东陵的西区部分。这里面还有村子，这都是他们种的果园可能。这个西区主要有3个地方可以参观，如果没有导游就自己自由活动。以前都是守陵人，大圈小圈。清东陵的开放区域，黄色的区域是开放的，前面这一段是坐车。我们现在到了西区，西区有乾隆、慈禧、香妃，东区有康熙的，慈禧的叫定东陵，香妃的叫玉陵。我这次没有单独请导游，是因为我带了一个随身导游，就是这个旅途随身听，里面有600多个城市的8000多个景点，一共有10几万个景点的解说，放在手机里面，而且里面有地图，有智能解说，实在太方便了。可以说用一次就回本。我的橱窗里就有这个旅途随身听，可以跟着我的脚步，听着这个旅途随身听，自由自在的在这个景区里漫步了。我们先来到的是香妃墓。按照清朝的陵寝制度，皇帝皇后的墓称为陵，而其他妃子妃嫔的墓只能称为寝。玉陵妃园寝就是乾隆皇帝嫔妃们安葬的地方。乾隆一共有41个女人，除了在玉陵地宫的5个之外，其余36个都葬在玉陵妃园寝，分别是皇后1位，皇贵妃2位，贵妃5位，妃6位，嫔6位，贵人12位，常在4位。从1752年第1位妃子葬到这里开始，到最后1位妃子入葬，前后持续了71年，其中只有9位是死在乾隆帝驾崩之后。这些妃子中比较著名的人有乌拉那拉皇后、还珠格格中香妃的原型容妃，还有10公主的母亲端妃等等。玉陵妃园寝的建筑布局由南往北依次为1孔拱桥及3孔平桥，东西厢房、东西班房、宫门、焚帛炉、东西配殿、享殿、园寝门、方城、明楼、大宝顶、小宝顶、环以珠圆。享殿、配殿、焚帛炉、大门、墙顶均用绿色琉璃瓦。园区内纯惠皇贵妃地宫和容妃地宫现已对游人开放。这个香妃墓里也开放了地宫，我们去看一看。下来。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清东陵探秘。这是清东陵的定东陵，这里埋葬着咸丰皇帝的孝贞显皇后和孝钦显皇后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、慈安2位太后的陵墓。这2个陵墓并肩而立，规制相同。因为位于咸丰皇帝定陵的东侧，所以统称为定东陵。2个陵墓中，慈禧的陵墓是目前开放的。慈禧也被称为西太后、兰贵人、老佛爷。她是清朝的无冕女皇，垂帘听政，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。有人说她知人善任，有人说她贪图享乐，弄权乱政，使得中国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。他一生风光，而死后又是什么样子呢？今天带你看一看慈禧的定东陵。慈禧的定东陵，这个是清朝显皇帝的孝贞显皇后和孝钦显皇后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、慈安2位太后的陵墓。这2座陵墓都位于咸丰皇帝。用了我的随身导游旅途随身听。慈禧和慈安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2位皇后，在清朝晚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1861年，咸丰皇帝临死前把皇位传给了年仅6岁的同治，同时委派8位顾命大臣共同辅佐朝政。但是慈禧和慈安却联合恭亲王奕欣发动了政变。
最终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掌握了朝廷大权。早在1866年，定东陵就开始了选址和设计。两宫太后还曾借拜谒东陵的名义来视察自己的陵寝。慈安陵花了260多万两白银，慈禧陵则花了227万两。关于这两宫皇太后，我们在电影《火烧圆明园》、垂帘听政，甚至两宫皇太后的影视作品里都看到过，所以很多他们的生前故事，大部分人都了解一些。1881年3月，慈安病死，9月归葬于此。1895年，也就是甲午中日爆发的这年，慈禧以年久失修为借口，花费大量白银重修自己的陵墓，历时13年，到慈禧临死前几天才全部竣工。1908年冬天，慈禧病死，次年入葬。来看一看这个慈禧的陵墓，可以说是花重金打造的。来清东陵，导游一般有3个东西会详细的介绍，一个是这里的风水，一个是这个慈禧墓的地上部分，还有一个就是乾隆的地宫。我们一起来好好看一看这个慈禧的陵墓。清东陵，这个是整个清东陵的地图，整个占地80平方公里，大小陵园15座，埋葬着5位皇帝、15位皇后、130多位嫔妃、3位阿哥，一共160多人。这个慈禧和慈安的陵墓本来建制是完全一样的，但是慈安死后，慈禧又找机会重修了她自己的陵墓，而且是耗巨资重修的。可以说慈禧陵是整个清东陵里面最为华丽的。这是隆恩殿前的龙凤璧石，都采用了透雕的手法，凤在上，龙在下，龙翔凤舞，神态生动。这个就是隆恩殿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大殿内金碧辉煌，光彩夺目，天花板上的彩绘都全部是贴金的，这些大柱子上也都雕刻的金龙盘绕。据说慈禧陵墓的几个大殿用的金子高达4000多两。现在的大殿中央有一张慈禧的照片，这是慈禧晚年的照片。据慈禧身边的很多人说，慈禧年轻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大美女，这也难怪咸丰皇帝如此爱她。这里面有一些展览，汉墨留香，这应该就跟慈禧有关的，她的字画。看这个慈禧的书法和绘画，这个龙字一笔下来的，这是慈禧53岁时候写的一个书法。慈禧53岁写的玉笔龙，他的绘画水平也很高。真是重修之后的慈禧陵用料都是非常考究的，做工精细，装修豪华，富丽堂皇。3大殿都是用的名贵的黄花梨，木件上贴的都是金。这种奢华程度不仅在明清2代的陵墓中绝无仅有，就连紫禁城里面都难以见到。这个大殿里还展示了一些慈禧用过的物件，尤其是她用的很多玉玺。慈禧之宝，也是一个御用宝玺，木质的，这应该是玉做的吧？这个玉玺刻出来就是这个慈禧皇太后之宝，刻完了是这个慈禧皇太后之宝，这是檀香木在慈禧陵的地宫里出土的。灵恩殿周围的69块汉白玉板，处处都雕成了凤引龙锥，74根望柱头也打破了历史上一龙一凤的格式，均为一凤压2龙，暗示它的2度垂帘。慈禧陵除了这些地上建筑都是非常奢华的，最让世人惊叹的还是慈禧随葬的珍宝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慈禧陵墓的后半部分，前方高大的明楼，
明楼前的15供，这些建筑格局都和13令一样。前面的明楼里面就是慈禧的地宫了，带大家参观一下慈禧的地宫。慈禧的地宫当年被孙殿英盗墓了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个电影《东陵大盗》，这个慈禧墓就被当时的军阀孙殿英给盗墓了。这个地宫里有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，都被孙殿英掠走了全部珍宝。现在下到地宫里看一看，慈禧是在死后的1年，也就是1909年被葬入地宫的。由于慈禧的棺内有大量价值连城的随葬品，结果也引发了一场盗陵灾难。仅仅在20年后，也就是1928年，便有军阀孙殿英盗掘洗劫。现在的地宫里可以说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棺椁。当然，现在这个棺椁里仍然有慈禧的尸骨。当年被盗的时候，可以说尸骨也是受尽了凌辱。据说嘴里含着的一个价值连城的夜明珠也被撬走了，脸上还挨了一刀。这可能是慈禧没有想到的，一生无限风光，死后的坟墓却屡屡被掘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地宫的旁边有个楼梯，通向上面的明楼。上面是明楼。去明楼上看一看。这个就是地宫上面的建筑，明楼和宝城。上面有一些导游在给大家做直播讲解。慈禧楼的明楼，这里有个碑，这般就是启明的制高点。冰凉小冰凉的小姐姐，这些呢都适合。然后呢，还适合什么人呢，朋友们？还适合呢加班熬。或者是说你正在吃饭的朋友们，你们就不要看了啊！坐，来等会儿啊！我先说一下哈，你们有没有害怕的？如果你们害怕的话，你们就不要看了啊！来了一刀之后，当时把自己的牙齿给抠掉了，而且脸上留了这么长一个刀疤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，朋友扣一个，看见了哈，看见了哈。对，为什么它的形状是干枯的？因为你们现在看见的这张照片是后来我们国家在打开慈禧陵的时候，然后为了对游客方便参观，然后把这个地宫打开的时候，专家进去了之后发现慈禧的遗体呢已经没有水分了啊。单从风景来讲，这片真的很美。在明楼的下面看到一个导游在绘声绘色的讲解，这种地方真的是看景不如听景。慈禧的棺椁就放在地宫正当中的棺床上面，慈禧的干尸现在放在棺椁里边，当中放了许多奇珍异宝。慈禧入葬叫头枕翡翠荷叶枕，脚踩碧玺莲花座，左手持玉质降魔杵，右手翡翠白菜，两腿边有对西瓜，西瓜多子，这叫多子多福。慈禧的身下还有1层1尺多厚的珍宝，据说这些珍宝所发霞光，把盗匪拿进地宫里10几根手电筒和火把的光亮全部都淹没了。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是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，说这颗夜明珠约为鸡蛋大小，可以1分为2，1分为2没有任何异象，2为1发出一道淡蓝色寒光，伸手不见五指夜晚，100步内可以照到人的头发。据说这颗夜明珠最后被孙殿英给了宋美龄，宋美龄本世纪初死于美国，夜明珠下落不明。盗墓70多天之后，溥仪当时在天津张园隐居，因为被冯玉祥由故宫给轰出来了嘛，在天津张园，直到他到外头喝茶的过程当中，才发现了祖陵被盗的这个消息。因为他捡了一张报纸，上面写着的，说为啥2个月他都这样呢？一帮遗老爷们就瞒着他，怕他闹事，
怕他给添乱，就没敢告诉他。发现以后啊，就回到了隐居地张园，叫高达灵棚，摆上2位祖宗的牌位，发誓说一定要弑杀此贼，给祖宗报仇。但是没了政权军权是听你的，这个事儿最后4个字的处理结果，不了了之。这就成为了溥仪投靠日本人，成为傀儡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因为26年，日本人就已经在接触溥仪了，溥仪下定不了决心，始终犹豫，确实不确。直到28年祖陵被盗没人管，义无反顾的投靠了日本人。到墓70多天后，溥仪派人给慈禧、乾隆收尸，发现慈禧上身赤裸，下身着有寿字手术，趴在了地宫西北犄角。后来您进地宫，慈禧的棺的这个犄角上，就是西北犄角，慈禧当时那个尸体就趴在这儿。翻过身来，发现慈禧2腮深陷，2眼突出，左侧嘴角有1寸多长的一个裂痕，身上长了1寸多长的一层白毛。说为什么长白毛呢？就是发霉了。随来的女性仆人给老佛爷清洗干净，用黄布包裹好，重新安葬于棺木之中。这就是曾经风光一世的老佛爷最后的下场。现在去乾隆陵，接下来去参观乾隆的陵墓，叫玉陵。这是清东陵的清玉陵，也是乾隆皇帝和他2个皇后、3个贵妃的合葬墓。其实清朝一共有12个皇帝，这12个皇帝葬在了3个不同的地方。葬在清东陵的有顺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咸丰和同治，而葬在清西陵的是雍正、嘉庆、道光、光绪和宣统。另外，清朝最早的2个皇帝葬在了关外。至于这么多皇帝为什么会选择葬在不同的地方，也有很多的故事和说法。乾隆帝的陵墓是在清东陵，而他父亲雍正皇帝却在清西陵。本来乾隆打算死后也是随父亲一起在清西陵的，但是最后他想到，如果子孙们都效仿他，相继葬入清西陵，则东陵势必香火冷落。于是他把自己的陵墓选择在了清东陵。而自乾隆开始，就形成了父在东陵，子在西陵的分葬格局。乾隆在位期间是清朝最后一个顶峰，他的陵墓当然要比前代的帝陵高大上。可以说，整个乾隆陵墓的雄伟与豪华程度居清朝的帝陵之首。尤其是这里的地宫，俨然是一座庄严肃穆的地下佛堂。前面这边就是乾隆陵，这个比慈禧陵要大很多，感觉。在清东陵里，乾隆的陵墓离慈禧的陵墓并不是很远，走着就可以过去。乾隆御陵自南向北的建筑分别为五孔桥、石像生、牌楼门、一孔桥、东西朝房、3路3孔桥和东西平桥、隆恩殿、3路1孔桥、2柱门、明楼和地宫。整个的占地面积非常的大。这是清东陵的御陵，乾隆的陵。跟着我一起参观一下这个乾隆的御陵。这个是清东陵的乾隆墓，一起来看一看。走一下。这个是小碑楼，还是很热的。一起走一走，看一看。前面是3路3孔桥。这个御陵建成于乾隆17年，也就是1752年，一共花费了9年的时间，耗费银两200多万。除了葬有乾隆帝本人，还有2位皇后和3位皇贵妃，这几位都是他最心爱的女人，分别在1752年、1757年和1775年先后入葬，而乾隆本人直到1799年才入葬。因为乾隆活到了89岁，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。听一听这个电子导游
旅行随身听的介绍。卢恩店以十几根粗壮的金丝楠木为基础，据说卢恩店金丝楠木是乾隆从明13陵中盗来的，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金丝楠木非常珍贵，百年不腐。乾隆给自己修墓时，已经很难搜寻到金丝楠木，于是听从工部尚书的建议，重新整修明朝13陵，而实际上是替换明朝皇帝陵墓的金丝楠木，给自己修墓提供金丝楠木料。但为什么卢恩店只供奉了2个皇后的牌位？其中有一段乾隆皇帝的传闻。卢恩殿中的2位皇后，大家也不陌生。第一位孝贤纯皇后富察氏是乾隆的原配，16岁时嫁给弘历，两人是从弘历当王爷的时候开始积累的感情。富察氏一路陪乾隆走向权力的巅峰，感情肯定不用多说。但是富察氏37岁的时候便早早的去世了。据说富察皇后去世后，乾隆悲痛不已，写下很多首诗来怀念他心里的白月光富察氏。卢恩殿里墙壁上一组红色字体的诗句，就是乾隆来这里写下的诗。这个卢恩殿里都是金丝楠木的大柱子。金丝楠木大柱子。要知道，这一根粗大的金丝楠木柱子就价值连城。这个妃子叫温喜贵妃，她是康熙皇帝的妃子。这个妃子呢，在历史上咱们可能没听说过，但是她儿子有听说过。现在这个大厅里展出的文物是温熹贵妃地宫里的，在2015年发生的一个盗墓大案中被追讨回来的文物。这是温熹贵妃地宫出土的金器，镂空的。马兰峪这个地方可以这么说，它产黄金、产白银，而且对这个黄金白银的做工是很精美的了。马兰小镇呢，包括咱们那个2005年那什么会来着？这是乾隆的《书之过论》，这是亲自书写的一篇自省。乾隆帝的名字叫爱新觉罗弘历，他也是清朝的第6位皇帝，也是入关之后的第4位皇帝。他25岁登基，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国家最高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，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，活到了89岁。这是隆恩殿后面的3路1孔桥，桥的后面是琉璃门，从这里过去就是乾隆帝的墓地部分了。来看一看里面的实拍过程。会发现故宫大红门上也有81颗金鹰，为什么是81颗呢？末代皇帝溥仪曾经说出了其中的奥秘。据说故宫的门钉最初是为了加固城门，同时也为了美观大气。后来据说因为后宫争风吃醋现象严重，一些妃子为了不让自己失宠，故意谋害其他妃子和孩子，导致宫内死嗣数量下降。而门钉的钉和男钉的钉发音相同，宫里人认为有兴旺子孙的意思。二柱门，游客朋友进入陵寝门，我们可以看到神道上一座迎面而立的二柱门。二柱门由2根高大的4棱柱形的石柱和一个夹楼构成，每一根石柱的顶部是一只蹲着仰望天空的龙，俗称望天吼。古代的望天吼代表一种吉祥威武。据说望天吼是龙王的儿子，能够驱邪避凶，因为喜欢守望，常常发出令人震撼的吼声。古人将其看作是上传天意，下达民情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，天安门前的筏桥顶端有2只瑞兽，它们就是望天吼。15供，有的朋友，15供是一种演祀佛教的祭祀礼器，最早发现于永乐大帝的长陵，后来成为传承沿用的陵墓规矩。明清时期，皇帝、皇后和妃嫔们到陵墓祭拜祖先，都要在15供前奠酒举哀。15供祭台上，祭台为须弥座，摆放着1个香炉、2个花瓶和2个烛台，上面刻着非常精美的图案。史料记载，15供最早源自佛教中的3具足。前面就是乾隆的地宫了，这也是清东陵里面非常值得参观的一个地方。从墙壁到
天王和佛上，可这些东西就用了3年时间，耗费1万两白银。玉陵的奢华程度堪称清零之最，因此也有中国唯一一座地下佛堂的美誉。玉陵地宫内葬有乾隆皇帝、富察氏皇后、魏佳氏皇后以及惠贤皇贵妃、哲敏皇贵妃和舒家皇贵妃。玉陵是清代陵寝中最奢华也最具文化内涵的地宫，但就是这座最豪华的地宫，却也是清陵中结局最惨的陵墓。您进入玉陵地宫，可以看到头道石门两侧的雕刻，4大天王手持利器，纹理分明，栩栩如生。这个地宫是由4道石门组成，整个的进深54米，每扇门都是用整块石料制成的，上面都刻着各种菩萨立像。4道石门有8大菩萨像，整个墙壁、房顶都用梵文镌刻着各种佛经咒语。这些石雕形象生动，布局严谨，刻技精湛，被誉为石雕的艺术宝库。进入地宫，仿佛穿越了时空，走进了一座地下艺术佛堂。地宫内有4道大门，有3个大堂，每个堂内都布满了各种各样精美的佛教题材雕刻，还有3万多字的藏文、梵文的经咒。这些经咒布满了地宫的各个角落。最里面就是地宫的最后一个大堂，这里面葬有乾隆帝本人、2个皇后、3位皇贵妃。这几位皇后皇妃都是先于他入葬的。虽然乾隆皇帝建造了这个豪华的陵寝和地宫，安葬了自己和皇妃，可惜的是1928年孙殿英指使手下盗掘了慈禧东陵和乾隆御陵。据说孙殿英带兵进入地宫时，竟然发现乾隆的棺椁顶住了第4道石门，这个就是用火药炸开的石门。看一看这通道、石壁、房顶上的精美石雕。据说乾隆里面的陪葬品都是以字画、象牙、玉石、瓷器、宝剑为主，其中字画占的最多，而金银器皿这些比较少，没有慈禧墓里的多。关于盗墓的事，故事就太多了。从地宫原路出来，上面就是宝城和明楼，不过好像这后面过不去了。80年代王文良吧？啊，王文良，对对对。哎呦，现在还能联系上了吧？那好，王文良好像没了吧？没了。感觉在清东陵里面做这种小买卖的人也都是专家，随便聊聊天就能听到很多有趣的历史往事。康熙那个现在地宫也没。清东陵旧照片，都全是真实照片，他这个，因为他现在已经出不来了。这里有很多珍贵的书籍和照片。这都是他亲自个儿拍的老照片，这都。乾隆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位赫赫有名的皇帝，他在位期间，清朝达到了康乾盛世以来的最高峰。接下来前往康熙的景陵和孝陵，还可以看到祈福大典。清朝自定都北京后，仿照了前朝也就是明朝的建陵规制，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园。入关后经历的10个皇帝，除末代皇帝溥仪没有建陵外，从顺治到光绪9个皇帝和他们的后妃，分别葬在位于河北遵化市的清东陵和位于保定市的清西陵。现在看到的孝陵，也就是顺治皇帝的陵寝，这个是清王朝入关后在关内营建的第1座陵寝，也是清东陵的首陵，或者叫主陵。孝陵其实也是清陵中规模最大的陵寝，长达几公里的神道其实就是为孝陵而做的。只是当时国库空虚，这个陵墓其实没有什么宝贝，包括顺治皇帝和2位皇后死后也都是火化的，所以这里也没有地宫。
坐车来孝陵参观，其实主要是来看演出的，30块钱的演出门票。演出的内容是一个祈福大典，每天都定时有几场演出，冒着酷暑给大家拍一拍这个祈福大典。哇，这么多演员啊！现在演员已经开始候场了，来看看这位演员。您这是女扮男装吗？是吗？还呢，感觉很好，像我，像爷们儿我，挺棒的。反正确实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吧？对，远处看不出来。哦，这么多女扮男装的，我都是爷们儿相。还真是。我看看这位呢，这也是女扮男装。嗯，这你们都是村里的吗？哦，都是村里的。这扮相也好。太后，你是皇太后？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啊3代就是啊，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呗。这是皇后啊，你是太皇太后？是。哎呀，3代，这中间这是格格吗？皇后这个是吧？这是真做皇。村里的吗？是。您多大年纪了？我60多了。60多，每天都演吗？每天都演，1天4场。我4场啊，有点辛苦啊。这个有报酬吗？有报酬吗？有，像我们这小编1个月1500。啊，月固定的啊。固定的。哦。也放这个。这个演出的阵容还挺庞大，将近上百人。这地面的温度有40度左右了。宣文武百官排班就位。很有穿越到清朝的感觉。感觉像拍电视剧一样。这个演出对游客相当友好，只要不影响演出，可以随便找角度拍摄。这大臣们也都上场了。平生的时已到，恭请皇上主祭。祭天，祭地，祭祖。一祭苍天，愿苍天赐福众生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再祭大地，愿大地赐福于民，五谷丰登，人丁兴旺。三祭列祖列宗，佑我江山永固，四海一家。上香宋祭文，胡主厚德，万古流芳。民重于泰山兮，德垂乎日月。生养于万邦兮，利万载而弥光。三月巍巍，河海汤汤。缅怀祖德，
县之礼。亚县之礼。中县之礼。皇上吉福。愿天下风调雨顺，子民安康，万事昌盛。值此炎黄子孙携手奋起之际，中华民族复兴崛起之时，扬起灵佑，使我万民尽沾恩禄，年女康健，月次禄福，日充昌宁，使我子孙闲享安乐，国祚长久，民用足安，梦圆四兴，百姓吉祥，养济民灵，见之成捆，上祥。皇家祭祀祈福典礼大礼告成。尊王大臣跪！感觉这些演员还是非常不容易的，40度的高温下，每天演4场。这清朝的服装真的是又厚又重，难怪他们要去承德避暑。怎么样？这30元在孝陵的祈福大典，好看吗？这就是清东陵里面康熙大帝的景陵。清东陵位于河北唐山遵化市的西北30公里，离北京有125公里，占地80平方公里。清东陵从1661年顺治18年开始修建，历时了247年，陆续建成了217座宫殿碑楼。这里埋葬着5位皇帝、15位皇后、136位嫔妃、3位阿哥、2位公主，一共161人。和位于保定的清西陵相比，这个清东陵无疑故事更多，尤其是发生在这里的盗墓事件非常的多。主要是清东陵里面住的是顺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咸丰、同治和他老妈慈禧，而清西陵里面住的是雍正、嘉庆、道光和光绪。东西对比一下，你就会发现
东边的都是会花钱的主，尤其是康熙、乾隆和慈禧，这3位大佬都是花钱的能手，尤其是慈禧。而西边的几个皇帝，雍正是喜欢赚钱，但是讨厌乱花钱，家庆没啥本事，可能钱还没有和珅多。而道光穿的都是补丁衣服，非常抠门。至于光绪，被慈禧囚禁到死，所以东西一对比，显然清东陵里面宝贝会更多，肯定也会被盗墓贼更惦记一些。这个就是清东陵的地形图。看完了在孝陵的演出，坐景区的交通车前往康熙的陵墓景陵。这个景陵在孝陵的东边，通往景陵的路上也有一条神道。不过这个神道的距离比主神道要短很多，包括石像生也只有几个。这个子神道也叫龙脉，前面是龙凤门。每个帝王的陵墓建制其实都差不多，只是有一些大小的区别。顺着这条路了解一下这些建筑。我这是用随身携带的旅途随身听来当的电子导游，确实非常有用，在我的橱窗里可以找到。的北侧属于是一道礼仪性大门，景陵是5间6柱5楼冲天式排门楼，在明清陵寝中属于首创。我们面前的神道碑亭也叫小碑楼，神道碑亭和圣德神功碑亭遥遥相对。景陵的神道碑亭内有龟夫石碑一块，上面用满汉蒙3种文字写着皇帝的庙号、谥号。康熙皇帝的神道碑上题写着圣祖和天鸿运、文武瑞哲、恭俭宽裕、孝敬诚信、中和功德、大成人皇帝之陵的字样。康熙的景陵也是有地宫的，不过这里都被盗了，尤其是1945年，有几百人用3天3夜挖到了景陵地宫，搜刮了无数的珍宝文物。这个景陵也是康熙皇帝和几个皇后及皇贵妃的合葬墓。康熙的景陵也是清朝皇家第一个废除火化，将尸体葬入棺椁的陵寝。这个是康熙的是吧？对，这是康熙的。像这个清东陵最主要的要参观是。主要参观的景点就是乾隆的御陵。乾隆地宫主要看它的地下建筑。它是有9个玄堂4到10。感觉这里的检票员也都个个精通历史，都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一些历史故事。文字，比如说在这一个墙上是吧？这一段是吧？它恰到好处的是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是一完整的一个故事。不会就是好像就是设计好了，而且整个这么大的这么一个面积，没有一处是空白的，都是设计特别完美。然后这个你没去吗？那个石门上去了，但您一说好像没有关注这些细节。石门有这个8大菩萨，然后24方佛。对，那个看到了。你看那个慈禧地宫，就是说当时盗墓的时候先盗的慈禧。因为乾隆地宫里边有大量的积水，你没发现它有那种水纹吗？然后这个水把乾隆的棺材飘起来了，正好也在第4道石门上。这个时候。他再怎么开给堵上了，等于是开了，所以他最后一道石门是被炸开的。没看见了吗？炸开了，放在两边了。对，看到了。被炸开。一大石门。这个也是很神奇的，也是一个清东陵的乾隆地宫之谜，就是说这个棺材为什么就飘起来，为什么就把乾隆的棺材飘起来，就一阵。然后到这个后来这个溥仪。他来到这个东陵的时候，就是他的大臣来到东陵的时候，就是修复这个地宫的时候，就发现，就把它给整理好了以后，又把这门关上了。关上以后，等着再次打开的时候，地宫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棺材又飘开了，又在他这是在最后一道石门上，反正挺神奇。他那个康熙被盗是在孙殿英到乾隆慈禧之前还是后边？后边。那为什么孙殿英盗墓的时候没有盗康熙墓？那谁不知道慈禧有钱呢？人家肯定盗慈禧，他不会盗这儿，因为在这个清朝的时候，历史上那顺治、康熙，那就是当时国家刚一建立的时候是最没有钱的时候。
他知道哪个地方为啥就到有东西慈禧和。乾隆呢？乾隆是顶上之阶，乾隆地宫当时他那个手下那个人那个谭德江到一副将到的，到完了以后了，他有一个军师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就是里边这么多文物，就是说他认为那个他那底下那个被盗的那个人，他认为这个文物只有是珠宝啊才算好的文物啊。其实呢，人家乾隆地宫里面有大量的那种字画，大量字画那大瓶的一种宝物，就是说不是说那种什么珠宝之类的，是吧？那价值远远要高于那个慈禧陵的那些文物，但是都被毁了，因为对，一打开就没戏了。结晶太精彩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们这些看着好像就像一个服务人员，但都是专家了，感觉确实是。这个在这个地方真的看景不如听景，就是故事太多了。其实你就是说我这说的就是乾隆的，主要你看点。对，并不是说什么一些故事什么，你就主要是看的这个。对对，就自己有人会忽视掉，是吧？你要是不来，你就是说，有的人到清东陵转一圈，回来走楼，之前是有个地宫，不知道是哪个地宫。风水是靠讲的吧？可以看呐，乾隆地宫那个明楼上边，就正当中那地方，向南望去，在这个大殿当中有一个，看着一个，这个季节，这天气多好呀，看着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山头嘛，你能看到山，看的是这个是清东陵的前兆山。前兆山。对，所以清东陵这后边这山叫昌瑞山。其实你站在那个位置往这么瞅，那个山特漂亮，两边这沙山像，主要这个风水主要是在这个顺治的两边那沙山都是自然形成的。会选地儿，会选。隆恩殿，有个朋友，隆恩殿，我们再进入康熙的景陵看一看。清代隆恩殿规制大多为重檐歇山顶，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比较例外，属于重檐五殿顶，即要高于重檐歇山顶。走进大殿，您可以看见大殿前的月台上陈设有铜鼎、铜鹤以及铜炉，周围以青白水的白栏杆围绕。隆恩殿是地面陵寝建筑规模最大的殿宇，只有帝后的大殿才能称为隆恩殿，妃子的陵寝称为享殿。我们眼前的隆恩殿为奉安皇帝神位的大殿，紧邻隆恩殿中供奉着康熙皇帝以及孝成仁皇后、孝昭仁皇后钮钴禄氏、孝义仁皇后和孝恭仁皇后以及敬敏皇贵妃。重点介绍一下，第一位孝成仁皇后是康熙的原配，也就是太子的生母；另一位孝恭仁皇后则是雍正的生母。影视剧中的乌雅氏，传说非常不喜欢自己儿子雍正，而且乌雅氏的皇后是自己的儿子追封的。康熙在世的时候，并没有封乌雅氏为皇后。假如真的有另一个世界，这两位见面估计要打一架吧，毕竟自己儿子的皇位被另一个人的儿子抢走了。隆恩殿有个朋友，这大殿里面的柱子这后面能过去吗？这个就是康熙的画像。康熙是清朝第4位皇帝，也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2位皇帝。他8岁登基，14岁亲政，在位6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。可以说，康熙帝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，开创出了康乾盛世的大局面，有学者称之为千古一帝。从建陵墓的角度，其实他的儿子雍正也应该子随父葬，葬在这里，但是雍正偏偏选择了另找一块地方。从此以后就有了清东陵和清西陵2个地方，这里面当然又有很多故事了。现在参观完了清东陵，其实从环境来说，这里确实是风水宝地。承德算是承德和唐山之旅是吧？2个地方挺完美的。和虎子结束了短期的承德和唐山之旅，返回北京。路上我们又想吃烤串了。吃串， 2个吃货。
鸡皮板筋是吧？筋皮儿，筋皮儿，这是板筋，这是鸡皮儿。哦，筋皮儿啊。嗯，这是虎子推荐的一家烧烤店，真的不错。不错。忒香了，哥。嗯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又规划了接下来的旅程。过不了几天，就可以看到我和唐伯虎下一段的行程了。近一点，这个树洞感觉更好。